我们是从全球最顶级的学校、中国最顶级的高校来讲的前1/3的排名的学生中，再选拔出了素质最优秀的、最有助人之心的、品德最高尚的、最有助人之心的、最有悲悯心的，然后最愿意学医的，而且呢，经过我们考核，他的才能、他的智慧、他的整个这个才的方面都是最好的，这批人学医的。因此，这批孩子将来中国医学界的一支重要的这个希望之队这样的梦。如果大家是在1周以前看到刚才那个视频，肯定会非常感动。现在这番话对比董某莹的4+4博士之路，协和医学院校长王晨校长的脸，那可是被打得晕头转向啊。2024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和这位王晨就被安排给科学探索奖医学奖获得者颁奖。饶毅在发言的时候直言不讳，他说协和有不争气落后的情况，包括任人唯亲问题。他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对协和近40年的情况他有些许了解，说的那些基本事情其实协和的人都知道，只是他们不公开说。他希望协和医学院能勇于改革，适合国家和人民所投入的支持以及所给予的希望，对得起时代，对得起大众。饶毅他说了也是白说。著名的考研专家张雪峰之前呢，也曾经在视频里面直言不讳地吐槽过医疗学界这种明目张胆。因为博士是申请制，这个我早就给你讲过，只不过就是我没有想到能做到这么直白和令人发指的啊！但是跨度如此之大的，我也没见过。这个确实是天才啊，确实天才。所以说，人家那种说人家能考到本博的，人家规培时间稍微短一短，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个例实在是有点令人发指了，对吧？而且随着这2天事件的发酵，有人说协和4+4往年录取名单应该很快就无法在网上查询到了，因为这份名单它就是一个炸药包，可能随便拎出来几个萝卜，后面都能带出一滩烂泥。今天我刚才查了一下，目前还在，大家有需要的赶紧去下载看看啊。今天我们接上一期话题，延伸具体聊聊资源2代们的捷径。董某莹的学术历程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想具体了解的参考我上一期的节目。今天重点来谈谈其他几个被认出来、被拎出来质疑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金山木，他能起这个名字显然他家里非常讲究，一定是按照他的生辰八字做了推拿演算，就发现他命里缺木和土，所以取名金山木。如果叫金土木，那就太土了，是吗？对，无论是你看金土木还是金木土都比较怪，是吧？所以叫金山木。金山木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曾经参与地质考察实习。你看人家学地质学这没准也是考虑了缺土所以专业呢也要往这方面靠，太讲究了这家人对，他是2016年通过北大自主招生，测试成绩是81分，获得了40分加分优惠，进入了地质学类后转入了古生物方向。网传他的母亲是教育系统的人员，初高中就通过递条子的方式进入重点学校实验班。我去查了一下北大自主招生那一年这个测试成绩的情况，就发现这个自主招生可真是太自主了。录取的学生从什么69分到99分的都有，跨度非常之大。你说这个高中生那些69分的也能进去的，那是不是得是一些在其他领域的一些天才这些人你看还不少，这说明天才不少还不是1个2个呢。所以你说这个潜规则可真是方方面面，只要涉及到自主，那就有寻租空间。高考还真是对普通人来说相对是最公平的机会了。你这个词用得好，就是只能说是相对我们说回这个金山木他在2020年通过协和4+4项目就进入神经外科领域。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录取名单里面，应该是通过推荐或者特殊渠道入学的。2024年就成为了协和临床医学博士后，专攻脑肿瘤治疗。这专业跨了。我搜了一下这金大哥的论文总篇幅55页，其中参考文献15页，附录5页，文献综述14页，其他内容7页，也就是说正文只有14页，看上去就水到不行。可就是这样的水货在协和4+4博士里面是比比皆是。比如和金山木以同一届的什么刘玉晓、刘科、王路易、王静桥、刘明娟等等，论文总数篇幅短则45页，长则不过60页。在同行衬托之下，咱们董小姐长达61页的论文已经算是各种翘楚了。另一位被拉出来质疑的叫韩家树。
韩家树15岁跳级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本科，19岁回国以后就通过协和医学院的4+4项目进入了临床医学专业，23岁获得博士学位，24岁留校任教，并且创立了肿瘤科研公司龙生生物。他这一路开挂的路径，那绝对是医学奇迹，又是一个天才少女啊！感觉这背景比董小姐还更厚。不好说呀，有爆料称这个彭家树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就以短篇的 letter 为主，缺乏传统医学博士所需要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这个 letter 和正规论文是什么区别呢？第一个就是篇幅长短。letter 一般字数在1000到2500字之间，结构紧凑，内容简洁。正规论文通常都是完整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全面的展示，字数呢至少是5000多字，有10000字甚至更长的。在研究深度方面，letter 它往往报告的是一个初步发现、一个紧急的结果，或者一个具有高度新颖性但尚未完全展开的一个研究。正规论文呢，一般就包含完整的研究流程啊，包括实验的设计、方法、数据分析、讨论等等，研究就更为系统和深入。有消息称，他曾经参与了协和医联体荧光腔镜精准肺断手术的临床实习，并且在抖音等平台分享他的学术成果，塑造学霸形象。但近期因为这个舆论压力相关社交媒体账户都已经注销清空了。还有一位叫盛喜成的，他早年以文艺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了上海交大附中，然后呢通过推荐进入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科，最终通过协和4+4项目跨专业成为了医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也仅仅有30多页篇幅就太短了。网友分析他的名字，这个喜成中的喜字隐喻着权力象征。结合他的升学路径推测，他的家庭就可能涉及特殊的资源或者人脉。网友就这个越扒就越多，然后就又发现呢，在2024年这个冬季试点班和2026年的春季试点班各有一个姓邱的学生，一个叫邱静涵，一个叫邱静婷。董娜小姐事件中的邱桂兴，不知道和这两位是不是有关系呢？那这邱桂兴是怎么回事呢？邱桂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长期从事脊柱外科研究，尤其在脊柱侧突治疗领域贡献突出。他主导的协和分型被国际认可，显著降低了手术的失败率。应该说，学术水平还是真实的挺高的。董某莹作为经济学背景的学生，就通过协和4+4项目转入医学。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妇科影像。但导师就是骨科院士邱桂兴，论文仅仅61页，正文是只有24页。他这里你看明明方向不一致，但是为什么导师非要找这个邱桂兴呢？那显然就是为了要挂靠一个院士而且非常讽刺的是，邱桂兴院士曾经在2020年的一个采访中谈到，说医生必须具备坚实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必须掌握探索生命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目前医学招生质量逐年下降的问题，他表示非常担忧，说医疗是性命攸关的行业，并非人人适合从事。如果以后优秀的学生不学医了，造成医生的素质下降，患者会越发不相信医生。好嘛，人家嘴上说一套，底下做一套，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道貌岸然，一点也不心虚？那你说当官的这么干就罢了，但你作为一个院士，按道理应该有点风骨我们继续说这个邱静涵这条线索。邱静涵和邱静婷分别出现在协和医学院2024级和2026级的招生名单之中，网友就指出这两人的名字就疑似姐妹关系。而邱桂兴院士作为董某莹的导师他的姓氏和年龄巧合呢，也引发了学术群带的猜疑。此外邱桂兴的公开资料显示，他还恰好就有2个女儿，进一步加深了关联性的推测。不过大汪我深入研究了一下找到了关于2个女儿的相关报道。这报道显示是在1979年的时候，他的2个女儿就已经出生了，当时应该年纪已经有几岁了算下来现在那应该也就快50岁的人了，所以这2个女孩应该不是他的女儿。如果他安排2个年近50岁的女儿进博士班，那他也是逆天了。虽然说应该不是邱桂兴院士的女儿，显然呢，那应该也不是他的孙女因为他的孙女未必姓邱除非倒插门。但是这2个人显然是姐妹关系，能分别前后脚进入这个门槛，按照协和4+4的招生惯例，也不是等闲之辈。对家族背后的影响力应该也不小。
咱们再来谈谈这个热搜主角董毛颖，他的本科学历的含金量。他本科学习的是经济学，根据公开报道啊，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下属的巴纳德学院读书。也就是说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而是相对独立的巴纳德学院的学生。他的毕业证上却盖有哥大与巴纳德学院的双公章。有观众在看了我上一期节目之后就指出啊，其实巴纳德学院含金量也很高啊。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这个巴纳德学院啊，创建于1889年，也算得上是历史悠久啊。在2025年全美文理学院中，巴纳德学院排名第14位，的确很不错啊。招生呢也比较激烈，2024年录取率大概是8%左右，平均啊往年也是10%左右，比不上常青藤，但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上啊。这是个女校，就有小班教学啊、学术严谨性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共享资源的优势，所以就吸引了挺多优秀的女性学习。但这有几点啊，我还是要指出啊，就是这个全美文理学院排名，它只评比那些以本科教育为主、授予学士学位且强调传统文理课程的院校，它不包括像 MIT 啊、哈佛啊、斯坦福等等大型研究型的大学啊。这个类别就是像什么阿莫斯特呀、威廉姆斯、斯波斯莫尔等同类的文理学校来竞争。但不过咱还得说，这含金量确实还是挺高哈。那第二点啊，就是它是一个女校，就相当于把一半的这个男性竞争者就给排除出去了。就是近10年来就被那些留学中介搞明白了一条路子，就给趟出来了。就是首先啊，你可以先进入一个非常普通的、非常容易进的美国社区大学，然后再转学进入巴纳德就容易得多。刘强东的夫人张泽天就曾经就读于巴纳德学院，他在2013年是作为清华大学的交换生赴美国巴纳德学院学习，原计划是为期1年，后来又改为了6个月，但他并没有在巴纳德去取得本科学位，因为毕竟啊，你清华大学在中国更为知名，没必要嘛。所以张泽天跟董毛颖的一个情况还不太一样。但是也有网友就指出，真正哥大毕业的人并不认为巴纳德学院的人是他们真正的校友，含金量比哥大那是差了啊，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像清华的学生，他并不是很认同清华美院或者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是一样的。尤其是这些从社区大学转学进入巴纳德学院的，就好比啊，清华本科入学和清华研究生才入学的区别，考虑第一学历之后，这个含金量差距就大了。但这并不妨碍这学历还是真的。学历方面呢，董毛颖确实没有造假，都是真实的。又因为巴纳德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院嘛，所以他本科学位上也就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印。国内的留学认证会显示哥大的名字，所以在国内招聘的时候也常常被视为等同于哥大毕业。据说这种情况只能骗骗国内的人，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就是正儿八经哥大毕业的学生是不会把巴纳德当成自己的校友的。而且美国这些大公司的话，他们也很看重学历嘛。他们只有说回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国它有一个教育部的认证，然后上面这个巴纳德呢就会被认证成哥大。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守口如瓶，保护这个秘密，不要说你是巴纳德的，别人就会真的以为你是哥大毕业。原来如此。获得巴纳德经济学位之后啊，然后董某莹呢在协和医学院就参加了这个4+4临床医学长学制试点班，并且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必须得看一下这个协和医学院的招生简章的历史，对比一下不同年份的要求。你说我就只能说啊，这里面非常耐人寻味啊。2018年啊，这个项目叫做长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招生范围非常保守，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本科生。这里要强调一下，得是本科生啊，研究生不行。那这些非医学部的院系在9月份就能获得一个免推直接攻读医学博士研究生学位的资格，并且要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试点班招生的学分要求。试点项目啊，你看比较小心翼翼，一开始是吧，非常正确，而且明确只要清华、北大和中科大的本科学生，研究生都不要，因为这3所学校，尤其是清北的本科生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只要不是自主招生进去的，智商都是顶尖，转任何职业都是靠谱的。到了2019年就对留学生开放了啊，招生范围如下：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毕业于2018到2019年度 QS 世界大学排名或者 Times 世界大学排名任意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大学，有志于医学的应届或往届本科生，专业不限，但必须按照试点班入学课程要求修完相应学分，在校期间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6， 满分是4分，或者排名在年级前 30%， 需要学校开具成绩单或成绩排名证明，并经过公证机构的认证。还特意附加了一个附件，详细列出申请者的本科
毕业院校必须是附件列表中出现的学校。这个附件列表中当时就没有巴纳德，但是呢有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时候还是明确有绩点或者排名要求的。到了2020年，要求又变了，估计是有权利的人这时候发现，这可以作为自家孩子开个口子的渠道啊，就更改如下：品行端正，身心健康一样具有中国国籍，毕业于2019-2020年度 QS 世界大学排名、Times 世界大学排名或 UN News 世界大学排名任意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大学，或注意这是新增的US News 排名前10名的文理学院，需要学校开具包括平均学分绩点或年级排名百分数等信息的官方成绩单，并经过公证机构认证。这里主要改了2点，那一是增加了 US News 排名前10名的文理学院的字眼，二是取消了对绩点或者排名的硬性要求，没有说什么前30%什么多少分有成绩就行。这会儿学校名单里依然还没有巴纳德呢感觉这是有意而为的开口子呀。那当然，你看后面更猛的来了。2021年到2022年其实和上一年相同，还没有巴纳德到了2023年，要求就放宽到了排名前100名的大学，或者 US News 全美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我前面说了，巴纳德文理学院排名在15左右，这个时候巴纳德首次出现在了名单中，从此以后就一直按照这个规定执行了。至于每一次招生简章修改的目的，就是不是好像为了拥抱某些人，大家自己解读吧。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典型医学人才的25年成长之路。1999年，学霸肖阳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年毕业，2007年首都医科大学硕士毕业，2007年才进入同仁医院工作。肖阳作为一个学霸，他在2016年才在首都医科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他拿到8年一贯制的硕士学位之后，他还必须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再经历3年的规范化住院医生培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规培。在这个期间，他还可能需要更换科室、轮换考核，整个过程下来，光是正规的培养就需要10余年的时间，更别提医生执业之后不断的进修。肖阳在学校里就修过解剖、生理、生物化学等必修的医学课程，也曾经在医院里实地见习了数百个小时，最后才一步一步成为了合格的医生。2019年他去援疆，2022年北京冬奥会做了医疗保障。相比之下，你想这些社区大学起步，本科学经济、学园艺、学媒体、学地质，协和4+4获得医学博士，这些董某营们，你们不惭愧吗？违背了4+4初中的协和医院，不惭愧吗？医生的工作是世界上极为特殊的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工作，需要经受漫长而辛苦的历练。真正的医学人才培养需要汗水和岁月的累积。协和的4+4灵感项目来自于美国，4+4的初衷肯定是不坏的，可以引进跨学科的人才，给那些真正的学习能力极强的人。比如他开始试点的时候，那些都是清北中科院的学霸，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是给医疗行业一个很好的引入其他领域学霸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最牛的学霸基本都去了清北，那这样一个机制就能分流吸引一部分顶尖学霸过来，它本身其实是一件好事。可惜好事最终被资源咖们玩砸了。也许因为这次事件之后，这扇大门以后也对真正的人才彻底关上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董宝莹家族现在显然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董宝莹11篇论文以及多篇 SCI 文章在事件曝光之后被知网迅速下架，撤稿的流程都没有公示，人家这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上就上，想下就下，指哪打哪，挥斥方遒。这次事件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唯一亮点就是中国大陆目前还有微博这个舆论监督的渠道，让不那么权贵的一些权贵在监督压力之下还可能无处遁形。希望这一线曙光作为推动社会公正与透明的力量，能一直照耀在那里。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对吧？那个4+4给他屏蔽了屏蔽了你们总问我老师你对4+4的评论，但凡在我直播间了解过我给你讲医学的，对吧？我给你讲过的，你都知道。我说你能上本博上本博，对吧？你5年制和5+3本质没有差别，因为我觉得临床医学这种专业考研，你只要努力，你都能考得上的。但是读博士的话就很麻烦，因为临床医学它本身博士的名额是相对比较少的。然后你大城市的3甲医院是一定要博士的，硕士读博士这个东西，它不是看你谁学习好，因为博士是申请制，这个我早就给你讲过。只不过就是我没有想到能做到这么直白和令人发指的。
因为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国外的临床医学，它本科是没有临床医学的，国外是没有本科是临床医学的，懂吗？就是你说老师我申请出国留学，没有是本科读临床医学的，他都是本科先读一个基础学科，然后的话研究生阶段再去申请医学院，国外是这样子的，国外从硕士就是申请制，但是跨度如此之大的我也没见过，这个确实是天才啊，确实天才。我跟大家这样说，就是我们国内的本博规培一般情况下都是低于3年的，我们普通本科是3年，但是本博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低于3年，你有的学校本博下来规培就1年，这个我跟大家这么说，我是非常理解的。为什么？人家当年高考能读本博的孩子，人家的学的东西速度就是快的，你不是说我所有的人我必须得3年，你3年能规培明白，不代表别人也只3年能规培明白。3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底子没有那么好的人他的一个底线，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得3年。所以说人家那种说人家能考到本博的，人家规培时间稍微短一短，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个例实在是有点令人发指了，对吧？对吧？那个4+4给他屏蔽了啊，屏蔽了啊！你们总问我老师，你对4+4的评论，但凡在我直播间了解过，我给你讲医学的，对吧？我给你讲过的，你都知道。我说你能上本博上本博，对吧？你5年制和5+3本质没有差别，因为我觉得临床医学这种专业考研，你只要努力，你都能考得上的。但是读博士的话就很麻烦，因为临床医学它本身博士的名额是相对比较少的。然后你大城市的3甲医院是一定要博士的，硕士读博士这个东西，它不是看你谁学习好，因为博士是申请制，这个我早就给你讲过。只不过就是我没有想到能做到这么直白和令人发指的。因为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国外的临床医学，它本科是没有临床医学的，国外是没有本科是临床医学的，懂吗？就是你说老师我申请出国留学，没有是本科读临床医学的，他都是本科先读一个基础学科，然后的话研究生阶段再去申请医学院，国外是这样子的，国外从硕士就是申请制，但是跨度如此之大的我也没见过，这个确实是天才啊，确实天才。我跟大家这样说，就是我们国内的本博规培一般情况下都是低于3年的，我们普通本科是3年，但是本博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低于3年，你有的学校本博下来规培就1年，这个我跟大家这么说，我是非常理解的。为什么？人家当年高考能读本博的孩子，人家的学的东西速度就是快的，你不是说我所有的人我必须得3年，你3年能规培明白，不代表别人也只3年能规培明白。3年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底子没有那么好的人他的一个底线，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得3年。所以说人家那种说人家能考到本博的，人家规培时间稍微短一短，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个例实在是有点令人发指了，对吧？在这个学科建设上啊，你做了哪些事或者哪些主张是从无到有的？协和医学院之前诞生了一个新的一个体系，叫做4+4医学教育体系。这一医学教育体系在国际上是有的，在中国是没有，从无到有。协和是真正第一个，真正面向全球来广纳贤才的也是第一个。那我们是从全球最顶级的学校，中国最顶级的高校来讲的前1/3的排名的学生中，再选拔出了素质最优秀的、最有助人之心的、品德最高尚的、最有助人之心的、最有悲悯心的，然后最愿意学医的，而且呢，经过我们考核，他的才能、他的智慧、他的整个这个才的方面都是最好的，这批人学医的。因此，这批孩子将来中国医学界一支重要的这个希望之队这样的梦。